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，作者书野，故事马上开始。办公室里，沈之恒闭着眼，静静感受着林阮清指尖传来的力道，那丝丝缕缕的温柔顺着穴位渗进心里。好了，沈之恒坐起身，反手握住了他的手。你也累了，歇会儿吧。手酸不酸？林阮清在他身边坐下，轻声建议：你要是累，就在这儿睡一会儿吧。沈之恒思考了一下，干脆顺势躺下，把头枕在林阮清的腿上，闭上了眼。林阮清显然没料到他会这么做，他微微一怔，随即失笑。林阮清稍稍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姿势，让他躺得更舒服些，然后抬手摩挲着沈之恒的头发，目光落在他的脸上，看着他棱角分明的侧颜，不知不觉入了神。沈之恒缓缓睁开眼，两个人四目相对。你在想什么？林阮清低声道：以前吧，在电视上老看到你不是明星，但花边新闻一点不少。虽然也知道可能不是真的，但是天天如此，就开始相信了。那时候我以为你就是那种有钱又爱玩的花花公子。沈之恒挑眉。后来呢？后来来这里面试，认识了你，进了公司一起工作，了解了你，才发现你完全不是我之前想的那样。沈之恒轻笑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。所以你是了解我之后才开始喜欢我的？我也说不清。林阮清想了想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不知道怎么的，就误闯进了你的包围圈。沈之恒低低笑出声。那你呢？林阮清反问。你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这个嘛，沈之恒故意卖了个关子。说来话长，一言难尽。有这么复杂吗？林阮清不服气地撇撇嘴。沈之恒只是笑，没有回答。沈之恒，你应该多笑笑。林阮清看着他。你笑起来很好看，而且看见你开心，我也会跟着开心。是吗？沈之恒坐起身凑近，目光灼热。只有你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我才会真的开心。林阮清一愣。你什么意思？小傻瓜。沈之恒抬手捏了捏他的脸。意思就是林阮清，你永远不要离开我，就在我身边老实待着。突如其来的情话让林阮清的脸一路红到了脖子根，他支支吾吾。干嘛突然说这么肉麻的话？我就是喜欢看你害羞的样子。沈之恒说着，捧起他的脸颊，落下一吻，声音低了下来。而且越看你，就越想把你吃掉，想狠狠欺负你。两人呼吸交错，沈之恒抬手扣住他的后脑勺，开始亲吻林阮清的嘴唇，亲吻从轻触变成了深吮。林阮清情不自禁地回应着，这让沈之恒愈发肆无忌惮。他是真的想把我吞下去。直到沈之恒的一只手开始解他衬衫的扣子。沈之恒，你等等。怎么？沈之恒眼底泛着一丝情欲，声音磁性。我一会儿还要出去上班呢。林阮清小声说。要是你把我弄得乱七八糟的，我还怎么见人？沈之恒叹了一口气，松开了手。行吧，暂时放过你。下班后，大家齐聚在泰鼎轩的大包间里，热闹非凡。这里环境舒适，不光可以吃饭，还可以唱歌。要说这办公室里真是卧虎藏龙，同事们平日里个个都工作内敛，文质彬彬，但其实都是深藏不露。一旦人站上舞台，拿着麦克风，就像触发了什么神秘开关，立刻变身麦霸，曲子一首接一首，直接把室内气氛炒到最高点。而今晚全场的焦点，毫无悬念，是沈之恒。众星捧月，团花锦簇，敬酒的人络绎不绝。沈总，您平时太辛苦了，这杯酒祝您诸事顺遂。沈总，平时在工作中，您对我们的要求虽然严，但确实让我们长了不少见识，学到了很多实用的经验。这杯酒敬您，以后还请您多指点。沈总，前面同事都说的差不多了，我以干为敬，您随意。好。沈之恒这些年应酬不断，酒量早就练出来了。他此刻看起来脸色微红，但意识仍然清醒。林阮清手里端着一杯酒，低调地走了过去，表面上看似敬酒，但其实他是来劝酒的。你也来？沈之恒看见他，笑得意味深长。正好，咱俩来个交杯酒。他说着举起酒杯就要环住林阮清拿杯子的手臂。教你个头！林阮清一把按住他的杯子，小声劝道。沈之恒，你别喝了，再喝真要醉了。我醉了又怎样？沈之恒低声笑。不是还有你吗？是有我，但是……还没等林阮清话说完，梁之远、唐思妍和顾一成已经端着酒围了上来。沈总，今天咱们赢得太漂亮了，感谢您给我们的信任和空间，这杯酒敬您。我们一定把项目落实好，不辜负您这份支持。我们干了！干杯！
林阮清被他们和涌上来的人群挤到了一边，杯里的酒洒出了一半，他叹了口气：算了算了，难得他今天这么高兴，就让他喝吧。林阮清退到一旁，找了个清静的位置坐下，把手里的半杯酒放在面前的桌子上。就在这时，陈泽宇拿着2瓶可乐凑了过来。喝吗？谢谢。林阮清说着，接过他递过来的可乐。沈总今天是真高兴啊。陈泽宇看了眼人群中的沈之恒，平时要是他不想喝的话，谁劝都没用。林阮清侧头好奇地问：你应该见过他喝醉的样子吧？见过。陈泽宇感慨：我刚毕业那会儿就当他助理了，他那时候也是刚开始来公司上班，他这一路我是看过来的，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文弱书生一枚。文弱书生？林阮清下意识重复了一遍，脑子里回想着自己之前揉搓沈之恒胸肌的坚硬手感。不可能吧？真的，那时候他戴着副黑框眼镜，后面还留着个小辫子，特别文艺范儿。陈泽宇陷入回忆，戴眼镜还留长头发？林阮清陷入遐想，但根本想象不出来。那会儿沈总刚接手公司，要参加各种应酬，既要应酬公司内部元老，又要应酬公司以外的社交，几乎顿顿吐，天天吐。而为了尽快接手和熟悉公司业务，他玩命加班。唉，真的是一段血泪史。陈泽宇2个大拇指抠着手中可乐瓶上的标签。他叔叔沈建明当时不停地给他使绊子出难题，还好沈总自己争气，硬是顶着各方压力，一步一步杀出一条血路，才稳固了自己在公司的地位。林阮清目不转睛看着远处那个众星捧月的背影，鼻子开始发酸，眼眶开始发紧。现在想象不出来吧？后来沈总眼睛做了手术，去了眼镜，头发剪成利索短发，也开始健身，练的肩膀越来越宽，越来越厚，这才有了今天这个沈总的架势。林阮清点了点头。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，能遇到一个好老板、好上司。陈泽宇喝了口可乐。我家里情况也比较复杂，后来好不容易谈了个女朋友，经常要回家照顾。我每次跟沈总请假，他从来没卡过我，所以我跟着他心甘情愿，也从没想过跳槽什么的。林阮清回头看着陈泽宇，语气认真：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没事。陈泽宇笑了笑：我只是觉得你可能会想知道而已。说着拿起手中的可乐喝了几口。